曾经他是厨房里的绝对霸主，家家户户的灶台上都能看到他，那是一个属于他的绝对辉煌时代。回忆起10几20年前的时候，人们刚刚告别烧煤球的岁月，厨房里总是充满刺鼻的煤烟味，生火做饭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，不仅经常把手弄得黑乎乎的，还要忍受夏天厨房的酷热高温。就在大家苦不堪言的那个节点，他像一个从未来穿越的使者，带着闪闪发亮的黑色微晶面板，昂首挺胸走进了千家万户，无需点燃任何危险的明火，只需轻轻插上一根电源线，按下那个充满科技感的按键，就能立刻开始一顿丰盛烹饪。那种前所未有的极致便捷感，简直让所有人都大开眼界。他是何等的风光无限啊，可以说是家庭主妇们的救星，也是单身青年离不开的做饭神器。到了寒风刺骨的漫长冬天，一家人其乐融融围坐在桌旁，中间放着一台嗡嗡作响的它，锅里翻滚着红亮诱人的底料，那画面至今让人觉得无比温馨。在那个物资逐渐丰富的年代里，拥有一台它甚至是一种时尚，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时光悄悄改变了一切的模样。它竟然不知不觉退到了角落，甚至被无情塞进橱柜最深处，和那些废旧杂物堆放在一起，上面落满了厚厚的一层灰尘。曾经的厨房当红炸子鸡去哪儿了？为什么现在用它的人越来越少？这究竟是为何呢？难道真的是现在的消费者太花心，总是喜新厌旧无情抛弃了它吗？还是它本身藏着不为人知的致命伤？其实真相往往比你想的更残酷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知了百科。关注我进入今天的故事，可以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，要彻底理清这背后的来龙去脉。咱们得先看看它的底层核心逻辑，它到底是怎么完成加热工作的呢？其实这背后的原理并没有那么玄乎。简单来说，它就是利用了电磁感应，把看不见摸不着的电能变成热能。这就像在锅底变了一场神奇魔术，当你把它稳稳插上电源插座，然后手指轻轻按下开关的瞬间，强大的电流就会立刻冲进机器内部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铜线圈里穿梭，这时候线圈里就立刻产生磁场。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磁场非常神奇，它能够轻易穿透那层微晶面板，直接作用在上方锅具的底部，进而引发一种非常奇妙的涡流现象，无数电子在锅底金属里疯狂乱撞。这种剧烈摩擦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让铁锅底部瞬间飙升到极高温度，这中间没有任何明火的参与，机器面板本身甚至都不会发烫。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，可以说是非常科幻的烹饪体验了。靠着这种近乎神奇的黑科技，它当年可是彻底颠覆了传统厨房。你想想，以前用传统方式做饭多麻烦，烧煤气或者烧柴火不仅呛人且极热，厨房墙壁总是被熏得油腻腻的，清理起来简直能让人直接崩溃。但它的出现一次性解决了所有痛点，它的热效率简直高得让人不敢相信，80%-90%的能量都被有效利用，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热量被浪费。烧开满满一锅水只需要短短几分钟，对于忙碌的上班族来说简直是福音。炒个青菜做个汤也是手到擒来。最关键的是他工作时没有明火，也就从根本上杜绝了烦人烟尘，更没有一氧化碳等刺鼻有害气体。夏天在厨房做饭再也不用满头大汗，主妇们终于可以优雅地准备晚餐，而且它的安全性直接吊打燃气灶，完全不用整天提心吊胆担心漏气，也不用害怕风把火吹灭造成危险。它内部还配备了高温保护装置，一旦发生干烧就会自动断电停机，这给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家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安全感。当年他就像个无所不能的超级英雄，一出场就迅速俘获了所有人的心，各大商场的专柜前总是人头攒动，它的销量简直是坐上了火箭一般，迅速占领了大江南北千家万户，甚至在很多偏远的农村地区，它也成了替代柴火灶的最好选择。大家都发自内心地觉得，它绝对是未来厨房电器的绝对趋势。然而世间万物往往都是祸福相依，成功亦可转为失败之源，凡事都有它不可避免的两面性。他曾经引以为傲的核心优势，最终却慢慢成了束缚他的沉重枷锁。那些让他风光无限的科学原理，在日复一日的真实生活检验中，
最终变成了限制他发展的致命缺陷。首先就是他的脾气实在是太挑剔了，他对烹饪锅具的要求极其苛刻，必须是含有铁磁性材料的锅才行。你花大价钱买的漂亮高档陶瓷锅，还有专门用来熬老汤的紫砂锅，甚至是轻便小巧导热极快的铝锅，只要放在他那光滑的面板上，全都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反应，机器只会发出滴滴报警声拒绝工作，这就大大限制了厨房的发挥空间。你想用文火慢炖一锅砂锅粥都不行，你想用玻璃锅煮个花果茶也做不到，这让热爱生活喜欢烹饪的人无比痛苦，仿佛被彻底剥夺了选择厨具的自由。其次是它的热量分布非常不均匀，这也是它最为人诟病的一个大问题，因为发热原理依赖于底部的线圈，所以只有中间挨着线圈那一块烫，稍微靠外一点的边缘温度却上不来。如果你用它来煎一个稍微大点的饼，就会发现中间已经快要彻底焦黑了，而边缘的面糊却还是生的一点没熟，炒出来的菜也总觉得有些夹生，要不就是中间火太大糊底了，要不就是边缘温度不够狂出水，它完全少了那种大火猛炒的灵魂。这对于极其讲究火候的中国人来说，简直就是最要命的巨大硬伤。我们中国人做饭讲究一个锅气，那是高温油脂与食材瞬间碰撞的艺术，但它却只能提供一种闷闷的死火，做出的味道总是不如燃气灶炒的香。很多对美食有追求的家庭主厨，最终都因为受不了这点放弃了它。不仅如此，他工作时的噪音也非常大，底部的散热风扇总是呼呼作响，就像一台老旧拖拉机在厨房轰鸣，让人听了心烦意乱，无法安静做饭。以前的按键用久了还会经常失灵，后来虽然换成了高级的触摸屏，但是手上只要有一点点水渍，或者沾上了一点点炒菜的油污，触摸面板就会立刻失灵，直接罢工，你急得满头大汗，它却毫无反应。这种糟糕体验简直让人疯狂抓狂。另外，它在刚推出时价格也不算便宜，而且一旦内部复杂电子元件损坏，维修起来的费用也是相当惊人的。还有一部分心思细腻的消费者总是担心它工作时产生的辐射问题，虽然科学界早就给过明确辟谣，说电磁辐射完全在安全标准范围内，但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强大磁场依然会让孕妇和老人感到深深担忧，这无疑在无形中增加了心理负担。这些大大小小的痛点就像慢性毒药，在漫长岁月中一点点不断积累，慢慢消磨了广大消费者的耐心。就在他面对缺陷原地踏步的时候，外部世界的科技巨轮可是滚滚向前，外部市场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。科技进步对于厨房小家电领域来说，既是增强产品效能的神奇利器，也是加速旧产品被淘汰的残酷催化剂。各种新奇好用的小家电如雨后春笋，纷纷横空出世，疯狂抢占厨房台面，首当其冲就是火遍全网的空气炸锅。它瞬间成了所有年轻人的心头新宠，利用高速热风循环的全新技术，不用放一滴油也能炸出酥脆美食，无论是炸薯条、鸡翅还是烤红薯，都能轻松搞定，且极具健康概念，这极其符合现代人追求低脂的理念。紧接着就是功能强大的破壁机登场，它用超高转速刀片打破食材细胞壁，让打豆浆、做辅食、熬鱼汤超级简单。还有能够精准控温的智能电蒸锅，能定时定温完美锁住食材本真营养，还有专门用来煮饭的微压电饭煲。这些后起之秀个个都是武林高手，他们不仅功能新颖，且使用极其傻瓜，加上厂家铺天盖地的精美广告宣传，以及短视频平台的疯狂种草推荐，瞬间抢走了电磁炉曾经拥有的风头。年轻人的厨房里堆满这些新玩意，却再也找不到给电磁炉留下的位置。更可怕的时代降维打击还在后头呢，那就是全新升级的电陶炉强势登场。电陶炉的存在简直就是为了打败它。电陶炉完美避开了电磁炉几乎所有坑。首先，它在锅具选择上极其宽容，不管是厚重砂锅还是透明玻璃锅，甚至是烤肉用锡纸和平底烤盘，全都可以毫无顾忌地随便往上放。其次，它采用的是红外线发热技术，内部电阻丝加热后将热量辐射出来。这种加热方式极其温和且受热均匀，用来慢熬高汤或者煎制牛排是绝配。
炒出来的菜也充满浓郁的锅气，口感完美还原传统燃气灶的味道，而且它工作时没有任何电磁辐射担忧。不仅如此，现在还有了高级的集成灶，集成灶把燃气灶抽油烟机完美打包，吸油烟效果好得让人尖叫连连，甚至能在油烟没扩散前就将其吸走。这些强悍竞品一个个如狼似虎，把电磁炉逼到了极度危险的悬崖边缘。他们精准弥补了电磁炉的各种短板，用更加极致体验赢得了消费者钞票。直接把曾经不可一世的电磁炉拍在沙滩上，让它的生存空间和份额被极大压缩。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，我们该如何评判呢？客观看待这个极其复杂、充满变数的现象，电磁炉其实并没有像大家想的那样死掉，它依然有着属于自己的庞大基本盘。在很多不能使用明火的出租屋里，在那些面积狭小的单身青年公寓里，在学校宿舍或者外出房车旅行中，它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做饭绝对主力。冬天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围炉吃火锅，也依然少不了一台轻便的电磁炉。它当年便捷、安全、高效的优点依然存在，而且现在厂家也在努力进行技术升级，试图推出双线圈新产品来挽回市场。但无论如何，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，任何一款产品都逃不过历史无情更迭。正所谓月有阴晴圆缺人，有悲欢离合，世间万物没有什么是可以永远完美的。它的没落边缘化并不是因为它彻底变坏，也不是因为它失去了原本的功能价值，而是因为这个飞速发展时代有了更好选择。每一个旧产品的逐渐消亡或退居二线，都是科技巨大进步与市场需求碰撞的结果。消费者的需求永远都在不断升级换代，从最初能做熟饭到现在要求好吃健康，科技的每一次创新都产生无数新火花。只有不断自我革新，并且紧跟时代潮流，才能在极其残酷市场竞争中保持活力。任何的犹豫不决和固步自封，任何对过去辉煌成绩的盲目迷恋，都可能让你不知不觉成为落寞尘埃，最终被无情向前的历史潮流完全淘汰。这才是隐藏在兴衰背后最深刻的真理。它不仅仅是关于厨房电器的简单故事，更是一部关于科技变迁的需求微缩史诗，告诉我们要永远保持对新事物的敏锐。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儿了，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赞加关注，下期视频会带来更加精彩的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